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蔡碧如委员、尹乃菁小姐、李博玉议员、游淑慧议员、林涛议员。好，那川普说我这次不要做 taco 哦，我说了啊，7月9号就是7月9号哈。你们各国8月1号开始就把关税交给我们吧，美国要发财了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税率最高70%哦。他现在其实没有谈几个国家，英国先谈好，血浓于水比较容易谈。然后第二个谈了越南，说印度也快了哈，台湾可能也快了哈。反正呢，越南是反正全部这个开放嘛，通通不抽你关税啊，0%啊。那其他就是说我一天会发10到12封信，告诉你们多少哦，多少就是多少啊。但是我相信啊，你接到信以后要跟他谈判还是可以的，他只是把时间拖，他不愿意这个时候再延，太难看了。哦，反正接的信，反正是再扯来扯去吧，啊、哦。那另外呢，川普说你们要收一个惊喜信，什么惊喜信呢？啊？那说大概他说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大概100个国家适用10%的关税了啊、哦。那如果说10%的关税，100个国家台湾应该在里面才对。如果真的想他讲，可是他讲的变来变去啊，财政部长讲的话跟这商务部长讲的话，跟川普讲的话又不一定一样哈、哦。那另外呢，越南是说呢，给你20%关税。然后呢，转口要40%，那讲的就是大陆了，哦，但是台湾也有啊，台湾不是没有啊，哦，那另外呢，越南原来是24%了，现在变20%也没少多少，哦，那越南对美国的税率呢，其实是很低的，哦，其实本来也没有多高，现在变成0，哦，对越南来讲，反正0，您卖多少呢？越南对美国一年输出去年1400多亿美金，美国卖给他100-200亿美金，所以他赚了美国1200多亿美金啊，所以。越南能买他的东西不多了啊！你想这个道理，越南能买东西很多，干嘛买你美国货嘛？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说大陆会不会因此而报复？哦，那台湾也难逃，因为台湾也不少厂商是用越南作为一个中转的地方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大陆被报复，很多台商就转到越南去嘛，从越南走了啊。那美国说这个也不行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因为美国跟越南的效益啊，进口商啊那个单子要重新分配，看哪里，进口商会调整嘛啊，海运也见风转舵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美国商务部要规划川普访问中国，所以现在在问企业高层，你们随意跟川普一起去啊？啊，川普要带一些高层的 CEO 到大陆去访问了哈。那另外呢，因为美中贸易休兵了，所以呢，华府说晶片的设计啊。软体啊、乙烷啊，出口呢，松绑了啊，就没有那么卡得那么紧了哈。而且呢，商务部也证实，美国已经取消一系列对中国限制的措施，因为他们贸易谈好了嘛，啊，大家都很高兴嘛，啊。那川普反正就这么重重出击，快退缩，宣称我赢了。我们看一下。We have, far more than 170 countries, and how many deals can you make? And you can make good deals, but they're very much more complicated. I'd rather, and I've been like this from the beginning, I'd rather send out a letter saying this is what you're going to pay to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it'll be well received. I think it's just so many countries. And, then they go specific. Let's do this, let's do that, beef, ethanol. And I'd rather just do a simple deal where you can maintain it and control it. You're going to pay a 20% or a 25 or 30% tariff. And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some letters out starting probably tomorrow, maybe 10 a day, to various countries saying what they're going to pay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U.S. 好，老沈怎么看川普？其实川普这个人啊，神的太过分了，吹牛都不知道超高。我们现在回想一下那一天他讲的解放日，提出来那个长 Liberation Day。对，那个第一个他欺负的国家赖索托，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为止，有人说他只是恫吓大家，我想一下，他连恫吓的效果都没有，他只是制造很多这个杂音。那到现在为止，他的收获有多少？非常少啊！大家想想看，现在本森特那个财政部长讲，有100个国家大概都在10%。那我问你，全世界跟老美有相当就是数目可以看的往来的经贸关系的国家，也顶多100多少，可能都没有，恐怕120个都没有。都没有。好，所以100个是10%除掉以外，真正需要
讨论的大概就没有多少。我一直讲是东北亚跟东南亚而已啊，就是这些赚老美的钱赚太多、赚太久、赚得让他眼红、赚得让他受不了，说本人现在当总统的，该来跟我喝水。那现在是有2个国家已经处理好了，这2个国家是2个极端啊，一个是英国啊，英国是自己人嘛，逆差。所以对英国对美国是逆差，所以一下子就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说他真的不争气，真的不要脸，其实也不好意思啦，因为越南嘛，越南的情况你看他低声下气，你的东西进来零关税，那我呢就拜托，因为比起日本、中国还有亚洲4小龙，我越南呢真可怜的，我是赚的，我是赚的。但赚的不久啊，你看他们赚了20-30年、40年呢，那我才赚几年，而且我赚的钱还是别的国家来投资的，不是我自己做的，还是我的人民的生活是有改善，但是拜托，这样的改善还不够嘛？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对不起人民啊，所以给我摊个等就是啦。再多拖几年，那稍微不如以前，但是勉强就是有一点油水，让我转一转，总可以吧？因为越南的28%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的专家说，再过几天这个答案揭晓，我们大概在10或15到20之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乐观，为什么有点呢？我不是很同意啦，但是我也有可能错，我说错了就很难看的，因为川普的人马这样子在想什么，其实有一点难料哈。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越南相比？因为我们赚太久，我们赚太多，我们开始从我们自家的前院后门赚起，然后到大陆去啊，然后一路搬家啊，搬到东南亚也是我们搬的啊，对不对？然后我们搬到印尼啊，搬到印度啊，甚至搬到赖索托被川普怪，就是那一家做不是丁字裤，做那个，然后想丁字裤，你看就把牛仔裤讲成丁字裤了。丁字裤不好赚，它是那个牛仔裤太少了，所以那个也是台商你知道那个也是台商还有那个孟加拉也是做廉价衣服的，也是台商啊，所以到处都是台商，不管你怎么看它。所以呢，还有我们台湾有3个指标，一个外汇存底，一个顺差，还有一个汇率，这3样从我们的角度看漂亮啊，从川普的角度看丑死了。我就是看不习惯你这3样东西，你这3样东西没有改善，我真的老实是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台币是升值？一升值，那央行忍不住了，好打你回去，又升了，再打回去又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美国的这个关税没有谈好之前啊，这个台币非升不可的压力，是跟彭淮南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啊，非升不可啊。我意思是讲台币其实上看26块5毛啊，所以现在看到28块，前途还多艰呢。所以我认为这个台湾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坏。我要倒过来讲，台湾手中有3把剑，一个就是 AI 关键供应链的主角，第2个呢是台湾海峡国际航运的关键角色。第3个是我们忽略的，而且一直都没有做的。你晓得，没有修习底德陷阱啊！中美未来要不要打仗，绝对不会说只有一个人存在，这一定有2虎。这个中美不会结束到说只有一个人存在，而最后决定这2个最后要争霸的方法是要打还是要不打，我觉得台湾是关键。台湾一直没有去把这个角色玩起来，玩得好，实在是很可惜。好，那美国因为参议院先通过那个 Big Beautiful Bill 大又美丽的法案那本来说众议员危险因为呢马斯克也出来威胁说这个猪头党猪议员你们敢去支持川普的这个法案呢？下次选举我就组个党然后呢派人给你们这个竞选，而且不少议员的选举经费是他捐的。本来以为众议院会倒戈，可是川普也生气了，也施压美国总统对议员还是有影响力的譬如说，你如果说不听话，下次初选我就派一个人跟你竞争，把你扯垮
哦，大家很怕总统如果支持，要不然就我把你这个选区里面的军营调走，哇，军营一走就惨了。啊，就跟以前金门10万大军，哇，消费、打弹子、看电影、洗衣服，什么都在那边。一走以后，消费就整个少很多。那他们这个议员很怕这个，所以呢，后来川普这个施压，很多议员本来要倒戈又回来了哈。那昨天的表决，众议院呢惨胜啊，不过呢共和党惨胜，但是还是胜了，多一票也是胜了。我们看一下。The motion is adopted. 在共和党议员的欢呼声中，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惊险通过美国总统川普的大而美税改法案。跑票的2名共和党议员，一位是众院永远的否决先生肯塔基州议员马西，一位是宾州众议员费兹派翠克。And we're sort of celebrating like the biggest bill of its kind ever signed. And it's going to make this country into a rocket ship.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I think I have more power now. I do. 法案的通过象征川普和众院议长强生的一项重大胜利，但过程并不轻松。共和党领袖为了说服仍在观望的议员，将程序性投票延长几个小时。川普亲自介入施压，包括在真实社群发文。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法案，认为这只会让最贫困的美国人民受苦，让企业和富人获得减税。法案通过前，众院少数党领袖杰佛瑞斯发表8小时又44分钟的演说，从凌晨4点53分一直到下午1点37分，创下众院史上最长演说纪录。这是川普大而美法案在国会通过前的最后一道障碍，也是民主党唯一能用上的拖延战术。这个法案已经确定会成为明年期中选举2党攻防焦点，而现在法案通过，就看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会不会如他所说的创立新政党美国党。好，现在看马斯克到底能怎样哈？那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美国会增加3.3兆的美债，不过他们昨天已经把美债又提了5兆上去啊。那另外呢，这个 filibuster 讲了将近9个小时哈，那这就是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啊，不会打架啊。像我们立法院搞一团，就是你是少数，你表决不会赢我的，我也知道你表决不会赢我，我让你讲到你不能讲。你在台上干什么都可以哦，你可以念圣经，你可以念那个电话记录簿，你可以念你的日记，你念你的情书，念你小学的这个毕业成绩，你随便你念哦。但是呢，你总要下台的时候嘛，这时候我们就表决，你就输了，甘愿吧？哦，只好这样哈。好，那他这个法案重点内容，一个延长减税，川普1.0里面的减税继续干啊。另外呢，国防预算增加1570亿美元军事支出。然后呢，要这个抓移民，不让移民来盖高墙，1500亿美元。电动车，马斯克不要给你补助了，没有补助，不像拜登的时候那个绿能啊什么都是骗人的然后小费跟加班费免税然后呢，没有随便给你什么失业救济啊什么没有了你每个月需要至少工作80个小时，我才给你。如果你都不做是游手好闲，如果不能做除非你这个大概有一些条件的，除非身体很不好，否则的话，如果1个月做不到8小时，一个礼拜做不到20小时1个礼拜20小时，那就一天就是要差不多4个小时，做不到，对不起，不要领补助，没有你的份，好好做工作不管你做什么工作，至少1个月要做到80小时。债务上限提到5兆美元所以呢，国债可能上升3.3、3.4兆。而且1000万人的健保会没有了所以呢，对共和党来就是穷人活该这个民主党就不一样，民主党讲人道啊、人权啊，共和党人完全不这样，自立自强你自己都不自立，谁管你啊？就基本上他的2个党的很大的差别，赞成218票，反对214票，众议院里面共和党有220席，这个民主党有215席那有的去入阁啦等等有些不在啊等等那哪些会受到影响呢？哪些是这个不好呢 ？AI 跟科技业，电动车不好，绿能再生能源不好，高等教育不好，医疗体系不好健保什么都被减少了。什么赢家呢？石化产业、化石业、矽谷的投资人、半导体、国防承包商、航空业、制造业、零售业，这些是好的那马斯克跟川普激烈的交锋。马斯克说这叫做猪小弟政党、猪头政党那看来到底要怎样？那美国现在担心的
国债所被认为呢，克鲁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说，美国国债问题会更棘手。我们就要再回来。好，美元到底怎样？现在呢，黄金要买了，很多中央银行都在买AI 汇率那所以呢，有人说呢，美元的霸权并没有退，因为还是没有人能取代它嘛。你说人民币现在重视，那也只是几%而已啊，大部分还是美元，但是去美元化在酝酿这都没有那么要变成恶霸主也没那么快，要消失成霸主小弟也没那么快，就正在消退，但他目前呢还是霸主，麻烦就在这里那你不要美元，你要什么元呢？美元好了，利率还给你5%，你搞到瑞士币是0%，还将来瑞士说我还要变成负的日元几乎是0啊，日本以前是负利率啊，你要买它吗？所以当时很多人买美元就这个道理啊，寿险为什么去买美元？至少我在台湾给你2%、3%，我那边拿个5%那现在美元跌了。那你说除别的吗？别的能不能涨那么多呢？也不一定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它霸主地位还在，只是慢慢往下走那所以外汇会不会变成武器因为美国常常这样嘛，俄罗斯一打，俄罗斯所有外汇通通给你冻结，在国外的资产都冻结，大家也怕，你得罪美国都要哪一天，对不对？什么不给你用美元结算把你资产给你冻结所以呢，这个多数央行，瑞银说，多数央行会增持黄金。美元半年跌了超过10%，在台湾已经升值差不多14%了。那贝森都说没关系，不影响我们全球的地位，美元还是很强。你除了我们，你能找谁啊？你能怎样啊？那所以呢，台币收盘升破29最强的亚洲货币那已经站上28点多，变成这样子那另外呢，这个日元台币换日元史上最甜了。以前大家觉得日元好贵我到日本买东西觉得好贵现在觉得日本便宜很多了那另外呢，寿险说这很惨，台币每升值1块，寿险赔1000多亿所以有史以来最大的汇率风暴要到了，看怎么办那这个你不要以为只有寿险公司赔钱，不是的，他会紧缩你这些保护的福利，各方面都有的，比如以前这个病可以赔，那个病可以赔，现在不赔啦。他都要赔钱了，我还赔你什么？就加紧，很多都加紧那所以美国说有10%关税适用100国，台湾应该，我也认为，如果100国都是10%，台湾应该是在里面吧？台湾这么乖，这么听话，对不对？是个乖宝宝，你给100个国家不给我，但是问题这个消息正不正确？是不是真的100个国家适用？我是很怀疑了，还是那100国家都是跟美国没什么贸易往来的，什么这一点点钱的那我们又把台积电送给你，要投资1000亿、2000亿美元，汇率又给你，还没有逼我就已经涨了14%了，你还要我怎样呢？所以呢，这个台积电还是蛮高的今天收盘价1085跌5块还是蛮厉害的那另外呢，这个本来这个4100亿要闯关了，什么意思？说国民党说要发1人1万了，2300万人就是2300亿了，但是国民党临时刹车了，所以看看关税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关税怎样关税的冲击先考虑进来再说好吧？这个我们看一下汇率。台美贸易关税议题续烧，牵动经济，但中研院对台美关税保持乐观看法。预估这样的一个区间，大概也都是在15到20之间。但是如果我们谈得还不错，那也能够让这个美国的总统他们有一些宣传的效果的话，那甚至搞不好会有一个不错，大概10到15之间的一个状态。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大而美法案过关，也对半导体业发红包。如果业者在2026年期限前在美动工建新厂，可获得35%的投资税收抵减，降低美国设厂成本。台厂中，台积电、环球晶有望受惠。在大而美法案过关带动美股之下，台股4号开盘涨43点，开盘指数为22,756点，早盘涨逾100点，一度攻上22,800点。然而随后翻黑。另外4号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开盘贬0.2分，为28.83元，但随即翻身，一度来到28.792元，创3年新高。受惠新台币走强，台银4号上午9点半挂出日元现钞卖出价0.2026，更创下史上最低纪录。
也有寿险高层表示，有史以来最大汇率风暴将至，国际局势持续牵动台湾股汇波动。两党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台美贸易协议确定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这个特别条例。国民党团原先预估要处理4100亿元特别条例，普发现金本周就会3读，但党团大会后突然大转弯，说担心关税对企业冲击影响台美贸易，改成7月9号再处理。好吧，这个博弈。我觉得台币一直升值哦，对于民众出国而言，我比较讲，这算是一个利多。看到这个台币对日币的汇率，我都想叫我母亲去帮我买一点日币汇一下，真的，因为我简单算一下哦，以今天的这个日元这个换汇价来算哦，因为史上最甜汇率嘛，与今年4月相比，大概才3个月的时间，我们拿10万块台币换日币，可以多换7万块的日币啊，可以多换1万多的台币啊，这差距是真的非常大。但问题是我们出去玩得很高兴，可是其他的包括一些传统产业、电子产业，他们的国际合约以美金计价的这些公司是惨爆了，真的是惨爆了。因为他们的台币一升值，他们的利润可能原来3%到5%左右，几乎被吃光了。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台币跟美金的这个兑换价格啊，台币涨了8%多啊，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猛的。而且不要觉得涨了8%多就到尽头了，没有。根据很多一些财经的一些公司啊，跟一些金融公司，他们评估啊，他认为今年下半度啊，我们台币会持续的升值。还有几个重点要讲，第一个重点就是台湾啊，我们目前地区拥有2800亿美金的美元存款，台湾地区哦。但是随着这个美元持续走弱啊，他说出口商可能就会提高外汇兑换的比例啊。这种情况会让我们的台币呢持续的升值，因为大家不要美金卖掉美金。另外一个就讲到刚寿险公司的事情，好，那个也非常严重。保守估计，台湾寿险公司有7000多亿美金的海外资产，非常多。但是根据现在台币一直涨、美金一直跌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也会把美金卖掉，做其他的币值投资。这种情况对于美元的持续走贬、台币的持续增值也是很大的风险的。然后台币升值，美金贬。不只是我们寿险业受伤，传统业受伤，纺织产业受伤，连我们政府也受伤啊，因为我们政府有投资啊。随便举个例，政府投资的劳动基金啊，劳动基金全年的投资收益，去年是收益率是16.48%，是赚的，历年赚最多。那去年呢？结果今年呢，劳动基金光今年5月1个月份亏了900多亿，截至到5月底，总亏损了高达快3000亿台币啊。也就是说，这个台币涨价不只是我们的民间企业受伤，我们的产业受伤，连我们的政府都受伤。所以我真的拜托赖政府啊，接下来这个台币到底会状况如何不清楚，但不要每天只会管大罢免，好好管一下台币汇率的问题，因为这才会真的影响到台湾以及包括我们的产业所有贸易的影响。因为汇率没办法，就他只能搞大罢免，他只会搞大罢免。这个台币升值升成这样啊，除了刚刚博弈说的哦，我们对外的贸易啊，我们贸易商或是我们的产业很惨，因为都是美元报价嘛。当你收到100万美元，过去可以换成3300万台币，但现在变成2800万台币，少500万呢。对于企业来说，我可能成本都不够。可是还有一个是对民众来说，很多人的老本都没有了。怎么说？过去这几年啊，很多人因为美金的高定存利息，很多人把老本存成美金的定存啊。大家知不知道，到了今年2月，我们有多少美金定存？有4000多亿的美金定存哦，15兆。那都是我们的财产呢，大家没有想过有这么多，对不对？这15兆，大家想看现在缩水换成台币多少？很多人换都换来不及换回来，哎。原本你存10万美金的，你换回来可以有330万台币，结果你现在剩下280万台币，那是你口袋的钱，那是你的老本呢。然后这几年很多保险业务员一直在鼓励你买美金保险，大家买保险、买年金保险、买储蓄险，那都是为了老本哦。结果现在你换都换不回来，通通从33变成28。这些都是我们人民的钱哦，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哦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我们很多企业，它之前你说换成美金，然后你现在你不敢换回来，可是你拿着美金你要干什么？然后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
是日本跟韩国。可是你知不知道日本跟韩国还在贬呢？如果美国要求亚洲货币贬，那为什么日本跟韩国挺得住？为什么只有台币在升？为什么？为什么日本跟韩国还可以继续贬？如果日本跟韩国贬的话，那台日韩在报价的时候，我们就吃亏啦，今天如果台日韩3个国家一起升，那没有关系啊，大家都还在同一个基础上。那如果关税台日韩也一起20%，那也没关系，大家也都还在一个基础上。但是现在对台湾的企业来说，他们最怕台湾20%，日韩10%，台湾升值，日本、韩国在贬。为什么现在台币对日币变成甜价？我们觉得是甜价，可是我们的企业就在哭，因为代表日本他们的出口就有竞争的优势，所以你说我们的央行撑不住，那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日本的央行撑得住？为什么日本还可以继续贬？要是你要补充，请说。插一下，我不得不讲，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太多了，但我本来不想，但是我还是要插一下，就是说我要修正一下，或是提醒另外一个看法，来就跟博弈啊，或跟鼠会，他们都讲得很好啊，都讲得对啊，但是里头是有邪门的地方啊。我跟你讲，我请问大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而它的币值一直在升，这国家是好还是不好？这国家好的要命啊！没有一个不好的国家，它的币值会升的。升值的国家一定是好国家。我们是因为什么？我们是从1985到现在2025，整整40年的时间，我们是一直在享受驻贬主升的经贸外汇政策。没有啦，1985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我们也到20几啊。但是你整体来看嘛，我是1986年回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对这个最敏感的。所以币值升是不好，这个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可是也要看国家的贸易。第一个就是说，你升可以，但是太快了。他受不了，他报价已经报，他现在怎么办？你要赔钱划不来。如果慢慢，他居然可以隐隐嘛。第二个，好坏这个很难说。台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哪有那么多外汇存底？不可能有这么多外汇存底嘛。休息一下再回来。